陛下为何事烦心？今日早朝，众臣让朕赐死阿史那氏和宇文产。这是为何？众臣是担心，有人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造反作乱。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理？朕若是听他们的，赐死了阿史那氏和宇文产，岂非滥杀无辜？但群臣的担忧，朕也深有体会。如今这出生的大隋根本经不起一点风浪。臣妾有一个主意，或许可为陛下分忧。说来听听。阿史那氏的弟弟是北国达头可汗，不如我们将他们送往北国，再对外宣称他们已死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只是不知道阿史那氏他是否愿意。与他阐明利害关系，他会懂的。小心一点，慢点跑啊！别摔着了。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。免礼。谢皇后。不知皇后前来所为何事？今日早朝，群臣上谏，要求赐死你与产儿。我和陛下自是极力反对，只是这朝臣们担忧你和产儿的存在会给大隋王朝带来动荡，这一点陛下也无法忽视。所以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想与你商量。你愿意带产儿回北国去吗？北国，多少年没有回去了。虽然路途奔波，但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。只要皇后能送我和产儿回北国，阿史那感激不尽。皇后，您请回吧。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是啊，也许再也无法相见了。没想到，我怨你怨了一辈子，到头来却要仰仗你来保命。你言重了。这段时日，我想了很多。你说的对，若产儿还继续做这个皇帝，早晚难逃奸佞之人的毒手。每次想到阿雍当年虽身在皇位，却仍心惊胆战，我便害怕。如今也好，没有了这江山皇位的重担，产儿也终于能像个普通孩子一样，平平安安的长大。是啊，其实身为女人，一生所盼，也无非就是夫君康泰，儿女平安。所以，我要替普天之下为人妻、为人母的女人，多谢你愿牺牲一己之荣辱，换天下太平。说实话，其实这么多年，你我恩怨不断，早已说不清孰是孰非。但就凭你如今这一份心胸，家洛敬佩不已。其实，你才是巾帼不让须眉。你不知道曾经我有多妒忌你呢。皇后，保重。保重。
陛下，何事如此高兴？伽罗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坐。看陛下的样子，是不是永儿有什么好消息了？你来看看这个。臣妾一向觉得，永儿这孩子儒雅犹豫，果敢不足，没想到也有这般雷厉风行的时候。此举必定大快人心。如今不仅是陕州百姓，就连朝堂重臣，也都对他称赞有加。有子如此，朕总算是可以放心了。永儿这孩子是你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的脾气性情自然不会错。广儿虽然自幼不在我们身旁长大，可他有永儿做榜样，日后也会逐渐成熟干练起来的。相信有朝一日，他们兄弟二人定能互相辅佐。自古皇家争斗，兄弟多失和。但愿我们的永儿与广儿能够兄弟齐心。广儿这孩子有才但多疑，还需多加引导，以防有异。伽罗，你似乎对广儿有所芥蒂啊。广儿，他太过沉郁了，一言难尽。但愿是臣妾多想了。朕好不容易历尽艰辛，才有今日。若他日朕驾鹤西去，望他们兄弟二人能守得住这大隋的基业。陛下春秋鼎盛，还有大把时间，可以好好调教他们，又何必忧心这些？新兰，是，臣妾炖了些补品，陛下用一些吧。啊，有劳你了。伽罗，怎么了？臣妾又想起丽华了。这孩子，伽罗，我们如今能做的，便是让大隋更为强大，让百姓更为安定，如此，才不会辜负他们的牺牲退让。臣妾已让丽华抄写佛经，希望能够化解她心中戾气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日后丽华定会明白你的一片苦心。